我是德国大伟，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答应大家要出一期关于买房子的视频，那这期就是了啊。我们从想要开始买房子到买到房子，整个时间段，然后以及它的过程，还有遇到的一些事情，都会在这期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咱说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够在德国买房子。在德国买房子，就是只要你是个人都可以买，无论你的国籍什么各种情况。你就是说我到德国这边旅游来，甚至说我人不过来，找个人替我去办这个手续，他也能把这房子买了。但是你能不能来德国，那是又一码事儿。我们从打算想要在德国买房子开始，然后开始看卖房广告等等一些事情，到买到房子这段期间，咱们大概用了两年时间，很长吧。我们从开始看卖房广告到开始投简历给卖方或者中介方的时候，大概这个投有30-40套房子吧，然后一小部分是没让我们看就没了，然后绝大部分我们是看了房子，然后呢是多少套房子有意要卖给我们的？目前没有有意卖给我们的。没有，这个确实是很难。就是很多房子吧，它有的是竞拍方式，比如房主要40万欧元，然后你自己往上涨吧，你看你能涨多少，我就要一个最高的，但是出价只有一次，然后以写信的方式告诉给中介。那你说这个谁能知道谁出啥价？我们其中有一套房子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记忆特别深刻。那个房子是竞拍的方式，然后人家给的底价大概是39万多，我具体又不记得了。反正假如说40万，人家给的底价，然后你就往上自己加价呗，你看你加多少。最后那个房子也没有卖给我们，我们加了2万欧。在德国来说，买一个房子这种竞标的方式加2万欧已经不少了，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们这个区域有关，我们这是在施瓦本区域，施瓦本区域的人是出了名的抠，就是说吝啬。他所有在这个附近就是卖房的人，他们都是把这价格公布出来之后，就是说我就卖这个价啊，但其实他不是卖这个价，而是把你弄过去之后看完房，然后说你自己愿意出多少，我只给你出一个参考价值，他这个价格不是真正的卖价，他这个就比较烦人，以至于后来就有那么1-2个那个房子在投的时候都说了，你这确定是不是要卖？你要是整的跟拍卖似的，我就不看了，挺烦的慌，谁有那时间跟他们那么玩啊？还得投简历，关键是。对啊，在德国买房子还有一点是要投简历，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把你的那个家庭情况、你的学历情况、你工作情况、你业余爱好，为啥呢？他们要考虑到就是将来你买完这房子之后，我的邻居是不是开心啊？考虑到很多，其实就是咱知道把房子卖了之后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们这边会考虑这点，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些文化氛围、这个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跟他们不一样的。将来是不是会对我们的邻居造成这困扰啊？这个很难买到，应该是。他不说，但是他会考虑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买不到房子，就是每个房子我就都说，哎，我要买，最后人家说，对不起，我们已经把这房子卖出去了。然后，但是呢，如果说那人要是不想买了呢，我会考虑您的这个同意这个情况。对，也就是说，相当于把我当备胎了。你说你这辈子都没当过备胎。在这个中国当中备胎了。然后在德国有很多这个误解，就是网上写那些误解，说德国人不喜欢买房子，喜欢租房子，那是因为他们买不起。其实，大部分德国人是买不起的。咱就说，比如全德国一共有100套房子，那么德国很少让建新房子，那也说它的这个保有量也就是100多一点点，每年也就这个情况。那这些房哪儿去了？就是大家都是在继承，真正自己掏钱买的其实也不多。年轻人买房太少。对呀，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个德国人普通这个德国人的收入其实并不高，然后这个房价炒得这么高。最近好了，最近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各方面原因吧，这个利率涨上去了，对，房价倒是降了点了。但是利率涨上了，目前的利率我们不太清楚，但前一阵儿都4左右吧，也只能说4左右。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利率是1左右。大部分德国人其实还是买不起房子的，不是他们不愿意。就很多人说德国不买房子，人家崇尚自由。我想在哪儿住我就在哪儿住，我直接到哪块儿租个房子就好。然后他说房子讲的是继承，就是从亲戚那儿继承，老人去世了把这房子留给他。有的甚至说为了继承这房子，特意头10年，在老人去世头10年就已经搬过去在旁边等他了。咱看过一个房子，就是说一个老太太死了，但是说那个没有儿女，然后她的侄女继承。那个房有一个露台，但是露台是整体包死的，然后有窗户。但我觉得那个房特别特别黑，我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套房子，但都不卖给我们。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房子挺好，然后就想买，我就不是特别喜欢。虽然它里面全都是实木啊什么的，有一些家具好像是，完了那个是实木的，但我不是很喜欢。但就那样也没卖给我们。那个地方其实后来我查了，那个从古代开始一直到近代，那块是一个乱葬岗子，用咱中国话叫乱葬岗，这你才知道吗？我才知道。当时那个小城镇吧，它是被森林包围的。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有各种乡间小路，他们管这叫墓道。就什么叫墓道？就是死人走这条道去送葬去，然后埋到这个城镇里头。当时就会有那个前面有那个类似于引魂香的东西，就是拿个小棍儿整个小香炉，后边殡葬队伍一直跟着到那咔挖坑埋了。所以他们有专门几条墓道，就专门给这个去埋死人这条道的通路到那森林里边，那里边很多死人的。然后在城镇的中央啊，还有一个地下墓穴，那是当年这块的一个统领一个小贵族，他埋在那儿了。那我跟你说，真是他要买了以后，我要知道这个事儿，我都害怕呀，这个东西真吓人呐！你说咱正常人谁住在乱葬岗那块儿啊？是不是？你太吓人了！还好人家没卖咱啊，谢谢不杀之。我们也看了挺多奇葩的房子。我们先说这个怎么在德国找到房子。在德国买房，如果最容易的就是通过认识的人来买房子。对，这个是最方便的，不用通过中介，省了中介费。就是德国比我们中国的东北人还讲究人情关系，你从认识人买房子比较容易。然后呢，你要是不认识人呢，你就从网上和报纸上来找。别怀疑，德国人是很信任报纸，他们很传统，用老的方式。很老。一般你要看这个房子，你觉得可以，你有兴趣，你可以打电话联系，或者写电子邮件，然后他们会给你回复，把这个房子的这个信息一个介绍发给你。这个房子的介绍你要留好，将来如果有问题，你要拿着这个东西跟他对簿公堂的。一会儿来说这个怎么对簿公堂。你拿到这个房子信息之后，你觉得感兴趣，你可以联系他，好，那咱们约个时间来看看这房子吧。然后到那个看房那天，具体你怎么看这房子，看我们前几两期的视频怎么去挑一个二手房。如果说一切都 OK， 那么你可以给他回复信息说行，这房子我要买。然后接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这块基本都是竞拍的方式，就是很无耻。全德国其实别的地方我也没听说过这样的。就这个别的地方基本上你看房子了啊，你那个行，我想买了，那行，那你就买吧。很多地方是这样，跟中国是一样，你想买，那你买吧，是不是？你有钱你就买吧。但是我们这没用，不行。这个附近人都比较这块打一堆星号啊。如果说他说同意卖给你了啊，那么你就把之前你去银行跑那些手续，就是你银行说同意给你贷款，各种手续都准备好，然后跟这卖家商量整这个研究这个合同的问题。至于这方面，这网上太多了，你们在网上找一找就知道，在德国买房具体这些流程，你去弄他的公证啊等等的。说一说我们看过奇葩的房子，我们看到过一两个墓地边上的房子。好像还有一个难民营旁边的房，那个是不是难民？就是一大堆土地那个。对啊，那个了，就是看一房子，
之前还说过，你要看看周围的环境，还有邻居什么的。其中邻居你不认识，你看不出来。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个房子卖的还挺贵的了，说我这个1楼是能当门市的。南边呢一推开窗户非常安静，因为它南边窗户根底下那边就属于归墓地管，就是一开门见坟。这墓地在墓地这周围啊，对于德国人来说无所谓。因为咱这边也有个墓地，墓地的人他那块附近有好多人住，人就觉得无所谓，但咱不行。但是他们也会比较就是严肃一些面对这问题，他们不会说会害怕，但是其实也膈应心里。是吗？也膈应。那房一直挂着卖，就说我这个地点好，我这1楼能当门市的。还挨着教堂，是吧？他们没说挨着墓地，但是图一看，一打开窗前面就是这房挂可长时间都没卖出去，后来具体怎么没的，是不是真卖出去了，或者多少钱买的，咱不知道。然后还有，就咱们都买完房子之后，那个有一个银行也给我发了一个房子简历，说你可以看看这个房子呀。我在那个国的地图上我就找了找，发现旁边有圆形的建筑，我寻思这是什么呀？然后终于找到那村子，看那块建筑挺特殊，发现那是一块坟地，就是房子是挨着坟地的。这个围墙有多高呢？围墙能有那个凳子，一个凳子那么高，就大概70厘米。50厘米到70厘米这么高的一个小栅栏，也就是说，如果你喝酒喝多了，半夜一天就折过去，你就上那边睡一觉，剩下的。这个还有就是房子这个遮光问题，你说有的房子它那个位置，这是一块地，它直接把这房子盖最南边了，然后前面就是别人家房，他把这光给挡上。一到下午我固定时间你才能看到一点阳光。但德国人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在乎光，那光是冲哪面，包括北面什么的。对，他们不太讲究风水，他们不讲究风水，不像咱们。你关键没光，你一天屋里漆黑黑也不得劲儿，是不是？所以德国人比较那个有意思的是，德国人到冬天就说：“哎呀，看不着阳光啊，心里好郁闷。”然后一到夏天，终于来阳光了，哎呀，怕晒呀，赶紧把窗户纸放上了。对，德国人夏天要把这个卷帘呢放下来，就有卷帘，然后遮光，然后那个每一个缝隙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就大概这么大吧。然后那个空气这么透过来，是能凉快点，但是屋里也黑呀。其实找房呢，一个是通过银行，第二呢朋友介绍，第三个呢就是网上或者报纸上自己去看，然后有中介或个人那种卖。当然，如果你要是在银行里边有朋友还是认识人，那就妥了啊，那你这个就利率也省也小了，你进行的比较快。他有这个房源之后，他直接就联系你，你买了之后就处理就完事儿了，他也不会再找别人，这样进行就比较快。对，所以银行有人还是比较快的，包括办贷款，德国也讲究人情的，也讲究的。之前我们办贷款，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公式，就是看你什么样的签证，你这边工作情况是什么样的，月收入多少，然后你的开销，各方面保险，包括你的车是什么，他都给你看，最后综合在一起，他给你打个分，就是他能给你贷出最多多少钱。那你超这数就不贷你了。对。我们之前跑一些银行呢，就是还好吧，这银行都愿意贷给我们，但就是各方面的利率不一样。还有这2家银行呢，他们一向利率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不愿意勒我们小客户，因为我们那个首付款比较低。还有一个是觉得我们这个外语能力不行，说那个你们下次来就带一个翻译来，要不然我不接待你。就是这么很严肃的说。我第一反应就是很生气，生气是因为没办法。那大不了不从咱家贷呗。最后呢，我们看好房子了，然后我们需要贷款的时候，也是通过认识的人给我们安排的，说你再去这家银行看一看。就之前说没有发现我们不接待你啊，就是去这家银行，就是去这家银行，这家银行直接是领导来处理我们的事儿。我一看那结尾那个名字是某某某某博士。在德国是很认学历的，如果是博士的话都是高看一眼的。一看博士亲自接待我们真正去聊那天的时候，这个人见到他说你就谁介绍的那个人是吧？那个正常来说你这种单子都是归我手下的人去处理，但是因为你这是认识的嘛，我亲自来处理你这事儿，咱们也不用那么复杂了，你就直接把那个别的银行给你那些文件你拿来给我看一下，我全都给他了，他看一看
行，就这个目前他是最低的，我就保证比他还低，你就直接搁这签就完事儿。我现在把纸给你准备好，完事儿告诉旁边同事，你给他准备文件啊，后边你们对接，就给他这个数，比别人都低的这数，就这么就完事儿了。我们当时那个去签这个文件的时候，然后我们朋友还过来帮着我们去弄，因为人家在这块待已经20多年了，德语666那种，然后很多专业性那个词，人家买完房子了，专业词人家都懂。然后后来跟我们说，你们不要露底儿啊，不要露底儿，这个底儿只是不要把别的银行的给你的那个利息呀、利率等等一系列东西去给另一家银行看。这个就叫不要露底儿，你要试探这个新的银行，你要是你能给我最低多少多少，然后你这么来回折腾，两家银行来回折腾。但是我们内心这个利率也算低了，完给我们带来也不少就可以了。就是在德国呢，是贷款是可以讲价的。这个相信在别人的视频里面没说过，在德国银行贷款是可以讲价的，你来回压价。你别怕这个麻烦，然后你也别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这么一不好意思，好几年的这个辛苦付出都搭进去了。贷款里边还要提到一个东西叫 Volkswagen， 这东西是属于鸡肋的东西，就是这好坏还是自己衡量吧。我只能告诉大家，这是比较鸡肋的东西。有一些银行，他如果说在那贷款，他要给你卖那个 Volkswagen 给你的话，你自己衡量好。在你去那个真正签合同那天，你去 Notar 那块儿，你要找一个德语的翻译。如果德语不好的情况下这个你要找一个德语的翻译。其实呢，在你去之前，他们就会把这个合同的范本给你。这时候你要把这个整个这个合同全都翻译一遍，哪怕你语言再不好，哪怕你用谷歌翻译的不是人话，那你要把每个词儿都给它翻译好，自己先理解一遍，然后你再找这个你雇的这个翻译帮你看一下，说一切都行不行。真正到签那个 Notar 到那个 Notar 那去签合同那天的时候，最好是2个人，一个人用来应付他们在这沟通的事儿，另一个人就赶紧对比你之前翻译的这个文档和他现在手里给你这文档是不是一模一样，有没有个别词儿啊、数字啊被改动过，快速的对比这些东西。因为到Notar那天的时候，其实Notar就给你照着之前的合同念一遍，念得非常快，就是德国语就是一直在念，你根本都跟不上。他都是在念合同的，而且念的跟这合同是一字不差的，就是走个形式，然后最后大家来签字就完事儿了，分分钟就完事儿，是人家Notar收完钱了。所以这合同提前你得翻译，然后到那天的时候现场赶紧对比，跟你之前翻译的你得的那份文档是不是一样？如果发现不一样，马上当场提出来。如果你有任何异议，马上必须得当场提出来。然后关于房子这个买房子里边有合同有个陷阱，关键性的2句话。第一个，卖方要承诺没有隐瞒任何缺陷。这隐瞒任何缺陷是指你房子是不是有什么坏的地方，比如说墙这块有个大窟窿，直接拿上面挡个板儿，一刷漆你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有漏水，拿东西一挡你看不出来了，这是故意的隐藏缺陷，他是要负责的。那么卖方要承诺没有故意隐瞒任何缺陷，然后呢，其他那些我不知道的缺陷，卖方就不负责了。合同里第2个要注意的就是，虽然合同里没写，但是卖方在德国的法律里，他有义务承担5年的责任。那么你住进来之后，你才发现，我去，原来这块有问题，这块有问题。这些东西虽然没在这个房主之前他给你介绍过，但是在5年之内，你是有权利要求这卖方必须把这个东西给我弄好。虽然不是说明确他必须得给你弄好，但是卖方有责任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比如说这本来有个房顶的，然后结果发现房顶都不好使，发现有一半房顶都没有，那你就可以说这个东西跟之前没有。然后卖方说我也不知道之前这块有半拉房顶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没关系，5年之内你必须把这个房顶给我弄好，这是你的权利。虽然合同不写。回到刚才的话题，你在最开始得到这房子的这个大概介绍的时候，上面就会写这房子的信息，包括这个房子产权什么样、什么年代造的等等等等啊，你就可以把之前的房子介绍拿出来了。他不可以打官司呗？对呀，你看你当初你这个房子介绍里边说这房子就是挺完好的呀，结果你看现在没有这个半拉房顶，
那你就可以找他来打官司了。所以说之前这个房子的介绍你要留好，在各个州他收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土地税也不一样，对，土地税啊，各方面钱都不一样，费啊，各方面的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像拜仁还是比较好的，费用比较低，对，而且拜仁还有一个安家费。如果在拜仁州的小伙伴要知道这件事啊，你在拜仁如果工作满1年，工作生活满1年，就阿麦登的时候，在这满1年，你买了房子，这个房子也在拜仁的话，给你得到2万块钱那个安家费。我们家买现在这个房子，大概看了前后2次时间，然后这个房子是2年没卖出去了，因为它贵，所以那个一直就挂着。然后我们第2次想看的时候说，因为在跟人讲价嘛，然后实在是讲不下来，然后说我们这儿已经有个原价要买的了，就很明确这么样，我估计也属于饥饿营销的那种方式，我觉得是那样的。然后最后我们反正就是比他要价少了2万块钱买下来的这个房子，我们花了42万。买完这房子之后，我也发现这房子是有一些隐藏缺陷的，比如说地下室漏水，比如说车库那墙是开裂的。这个事儿我就给那个卖方写信了，也给中介写信了。当然回复就说我们不知道之前有这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管。但是根据德国法律，我是在5年之内有权利要求让他给我恢复到没有问题的状态。但是我也不想扯了，因为打官司的话，你这个很长。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找律师啊，扯各方面东西搭的精力和自己把它修完出的精力可能也差不多，就算了。然后那个车库至于墙体开裂，反正这车库我将来也得把它拆掉一部分重新做，所以那个也就无所谓了。我们从确定买这个房子到得到这个房子，大概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时间来说，你们可以自己衡量啊，是快了还是慢了，因为你自身的和地域性还有中介性那种不同，所以它时间都是不同的。我们还看过什么样的奇葩房子？有一个房子在飞机场附近，这个房子我看好，地也好，地点好主要是啊，这个中介那人来了说，这房其实有人已经有兴趣要买了，你们可以看看，如果你们有兴趣，最后你们俩竞争就完事儿。我觉得就是饥饿营销，就是这样。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外边走了一圈，我们就有点吓着了，因为房子外边挂的各种动物鸟的标本，我们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呢。可能是打猎的以前住。然后说开门进去吧，我们进去就头皮都发麻。这个房子已经10年没有人住了，没有电没有水，他把墙抠了很多窟窿，里边放的那个蜡烛，放烛台，还有放那个神像，然后还有放标本。这墙上抠了很多窟窿。然后到2楼的时候，有面墙皮，就是墙皮那个已经脱落了，他做保温已经脱落了。然后我一想，这也好做，我都能整，自己干了这个。把另一门一推之后，给我们吓到了，因为满屋全是动物，对，就是墙上挂的，地上趴的一堆动物，全都就小眼睛就瞅着我们。我头一次见过这么多。然后他那个地下室我没进去，他自己进去的，说可矮了。那个说地下室也得看看，因为各种基础设施都在地下室嘛。然后那中介是一个女的老太太，就告诉说说这位夫人，您跟我一起上外边来吧。然后告诉我说，薛先生你自己下去吧。我们就不下去了。我想那自己下去看看去吧。我拿手机打个亮就进去了，我就这样，而且我下去了。这个地下室很矮，我得低着头，然后进去就觉得特别黑，就好像农村的那个炉灶那个灶台，给它拆了之后满地都是炉灰，各种残破的那个样，伸手不见五指。然后我就退出来了，然后觉得那中介也是那个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说您看你这个有兴趣吗？我说我们考虑考虑吧。考虑之后我们就是不再考虑了。就是说我们不光被别人拒绝，我们也拒绝过别人。对，我们还拒绝2个房子呢，一个是那个 Fetish House 用木头做的，整个房子都是用木头做的。那个房子那个地点就是一个农村，就是农场，对面就像大粮仓还是什么东西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建筑啊。我们俩出来之后就立马决定我们不要这个。就还在那儿，我觉得就不安全。还有一个房子就是死老公的。
就是他们那家吧，两口子也算年轻的，完有一个孩子，买的房子，老公他自己装修，也是自己装修，装修完事儿了，整地下室了，地下室好像都完事儿了吧？房子全完事儿，刚完事儿1个月啊，老公没了，他只能把房子又卖了。我们当时看这房子，一看这房子就是地方挺好，然后房子整的挺大气的，真挺好，还挺敞亮。然后说的这房子为什么要卖？说这个男主人刚把房子修好1个月，夜班的时候一下出事故了，就当场就完了，就剩这么一个女的带一孩子。我一寻思这都死活人呢，我就膈应，我就不对，再好我都不对，再便宜我也不要。万一这个留下一些什么执念，半夜带门回来看。而且他那个房子卖40多万，不便宜。而且你要是买完之后还要让他在这住一段时间，直到他再租这房子。对，真是买房子有的时候，比如说房子说我先租出去了，但是这个房子是卖的啊，我先租出去了，你必须得让租户住满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你得到所有的，或者你才可以住进来。这样房最好还是不要占了。如果你要买的这个房子，他现在里边有人在那租这房子在那住着呢，现在这房子往上卖，这样房子你要谨慎处理，因为在德国是保护这个租户的，即使你把这房子买回来了，你都不一定能住进去，有可能不是你的。然后即使这个人他这个租户他就不把房租给你，就赖在这儿，你有可能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所以说这样房子不要占，就再便宜还是别的。前天有一个咱们认识的人，我这块也去名字，看房子一切都挺好，然后说的也都挺好，准备要买了，这边都等到公证了，都开始把合同看样本了，发现合同有一句话，买完这房子只是卖给你一半，现在里边住一老太太，还要一直住到她死，然后这房才能归你。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不是骗人的吗？这种事儿就很多。你不要认为德国人很正直，德国人也有垃圾，他也有这样次的人。所以说买房子，无论你说的再好，最后落笔签字那一刻就完事儿。所以说只相信纸，记得从重要的事情说3遍。相信纸，相信纸，相信纸，相信纸。你说什么再好看，听都没有用，就看到落在纸上那一刻是什么样。他不光这个事儿，其他事儿也一样，相信纸。希望各位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那咱下期再见了，我就要回国喽，拜拜。